你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接种疫苗的吗？那谁适合，谁不适合？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有关疫苗这课题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药剂女孩。上集影片有提到，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流感疫苗。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，通过刺激我们的免疫反应，让身体能产生可以对抗真正疾病的抗体。就像打仗还没遇到敌人前，你就已经练就了一批可以打败敌人的士兵。但疫苗这东西并不是每个人在每时每刻都适合接种的。对于一些类型的疫苗，在一些情况下，一些人是不适合接种疫苗的哦。如果你是以下几种人，而近来又有接种疫苗的打算，那你可以把这影片看完。第一，如果你近期生病或是身体不舒服的话，建议你先暂缓接种疫苗，等到身体完全康复了再接种。生病时，身体已经在应对感染，额外的免疫刺激可能会增加身体的负担，导致病情变得严重或引发其他并发症。而且，当身体正在对抗感染时，免疫系统已经被激活和占用，这也可能会影响免疫系统对疫苗的反应，使得疫苗不能产生最佳的保护效果。第二，如果你患有一些疾病，免疫功能受到抑制或是低下的话，也建议你在接种疫苗前先咨询医生。像是艾滋病患者，或是正在进行化疗的一些癌症患者，或是有使用这一些抑制免疫药物的人，这类人都不适合接种活疫苗。活疫苗代表它的病原体还是活的，只是被处理得很弱，已经不再能引起疾病。但在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中，活疫苗可能会引起严重感染，所以不建议使用。也因为这类型疫苗使用的是活的病原体，身体就像自然受感染那样，所引发的免疫反应会比较强烈及持久。通常这类型疫苗只需要接种1到2次，就可以提供长时间的免疫力，甚至是终身保护。这类型的疫苗就像是我们小时候会打来预防麻疹、腮腺炎、风疹的 MMR 疫苗，预防肺结核的 BCG 疫苗、水痘疫苗及黄热病疫苗，这些都属于活疫苗。第二种就是灭活疫苗。灭活疫苗使用的是已经被杀死的病原体，像是狂犬病疫苗、一些流感疫苗及科兴所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都是灭活疫苗。灭活疫苗的安全性会比较高，因为它的病原体是已经死了的，所以是绝对不会再引发疾病的。但灭活疫苗所引发的免疫反应就不会像活疫苗那样持久，你需要定期打加强剂来维持保护。再来，如果你有过敏史，在接种疫苗前，建议跟医护人员了解疫苗的成分，以确保疫苗不含有会让你过敏的成分。比较常见的是对鸡蛋过敏的人，一些疫苗在培养的过程中会使用到鸡蛋蛋白，所以如果你有对食物或药物过敏，在接种疫苗前要让医生知道。每个接种疫苗后的人都需要留下来观察至少15分钟，以便能及时处理任何过敏反应。最后就是孕妇，虽然许多疫苗在怀孕期间是安全的，但有些疫苗像是活疫苗，可能需要在怀孕后期或是产后才能接种。所以如果你怀孕了，在接种疫苗前也需要让医生知道哦。那谁适合接种疫苗？如果你是健康的成年人或是儿童，都适合接种疫苗。如果你是老人，有一些慢性病，像是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胆固醇、哮喘、肺病等，只要不是在你生病的情况下，都可以接种疫苗。而且这类人是更鼓励接种疫苗的，因为他们是高风险人群。如果你还不确定，可以咨询医生，让医生可以针对你的情况给予意见。关注我，陪你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。